3D Touch Force Touch 现在真的没有，苹果竟然就真的这样把它移除了。大家好，我是苹果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有点受伤，所以最近的影片就可能先不会有字幕。那我尽量等我手好一点，我就尽量可以上字幕的话，我会再回来上字幕。上支影片我有讲到 iOS 14的 beta， 那大概有讲一些就是发表会上没有讲到的一些隐藏功能，还有整个操作上面概念的改变。很多人敲碗想要我讲 WatchOS 7。首先我要先讲，我有下载，我用了好几天了，是用在 Series 3、Series 4、Series 5上面。影片最后我会分享我的感想。那首先我要先讲，这个是开发者的 beta， 所以不要抱着就是说它一定会是完整的心态，这个也不是公开的 beta， 这个是给开发者的 beta， 所以我建议是不要下载，OK？ 除非你有第二支的手表，你想下载来玩一玩，那首先就是说你的手机配对的手机也要搭配是 iOS 14的 beta， 这样你才可以下载 ，OK？ 好，那开始前记得按赞、订阅，还有按下小铃铛，记得分享我的影片。OK，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讲有什么手表的型号可以下载，就是要 Series 3以上，所以 Series 3、4、5才可以下载。所以初代还有 Series 1跟2都已经没有办法再下载最新的 WatchOS 版本。那整个使用上的流畅度来讲我等一下会来讲到。第一个功能，我们就现在讲，就是说洗手的设定，这个是一个新的功能。它设定的部分在这边，你会看到这边有个 hand washing， 那可能在中文化以后可能会改成洗手。那进去之后，这个并不是预定开启，所以你要进来开启。测试上我还没有办法让它启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看到我有朋友可以让它启动，可是我自己洗手洗了好多次，我没有办法看到它启动。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在它侦测到你洗手的声音或是动作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始倒数计时20秒，就是确定你有完成整个洗手的时间跟步骤。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 Force Touch，3D Touch 已经没有了。先前很多在设定的地方，我们都要 3D Touch， 譬如说在表面，我们先前就是 3D Touch 按下去，你就可以进入深一层的设定。那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就是长压进入这个设定。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睡眠追踪。睡眠追踪你也是必须要在你的手表上先设定好，这边才可以开启。那这边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看一下有一个睡眠的图示就可以开启。那你这样开启后，你再去把它盖住。OK， 你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出来，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去触控你的荧幕，你的荧幕就会停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离开这个模式，要使用你的手表的话，你就必须要像先前那个防水锁一样，你要转动你的表冠，然后去把它解锁。OK， 可是这样你的睡眠模式还是没有完全的解开，所以你还是要回到控制中心这边去把它解开。好，我们下一个就来讲复杂功能设定的画面。我现在很喜欢这个新的设定画面，因为在图示的部分，你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就是说，这个复杂功能会以什么样的图示来显示在荧幕上，其实有更多的选择，你再跳进去，它就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让你清楚的看到。我们大概来比较一下，先前要设定的时候，你就譬如说，你只能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用手去转动，去看下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蛮麻烦，因为有时候可能第一个设定跟最后一个你要的设定离得很远，你要一直转，那很容易轻易就转过，看不清楚，不太记得中间是什么，画面也比较小。现在新的方式我就非常的喜欢，你直接可以看到全萤幕所有的图示，复杂功能会以什么方式显示，非常的清楚。然后还有它是什么 App， 然后你转快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它会有自动就是关键字出来，我觉得这在英文会比较好用嘛，可能是我个人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整个表面设定上面的方式也不太相同。你看这边，这上面这个以前上面就是小脸，让你知道就是说还有下一个设定的部分是什么。那这边你可以直接看到就是说，我下一页就是复杂功能，那前一页是颜色。然后在前一页是时间刻度，这跟先前就不太一样，先前就只是一个小点，我蛮喜欢现在这样新的设计。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设定完你所有你喜欢的表面之后，这边可以直接分享给你要分享的人。4个复杂功能可以新增讯息，说我这个表面里面显示的是什么。有一个很好的部分就是你这边里面设计的复杂功能里面是你朋友或者家人没有的 App， 它下面会有就是说它没有的 App 会显示出来，就是说你需要下载这个 App 跟这个 App 才可以使用这些复杂功能。这部分我觉得算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那再来另外一个新的部分就是说，它终于可以显示电池的健康度。那其实我很多时候在测试手表的续航力的时候，前一代跟新一代在测试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就是说，它电池的健康度并不太一样，这样测试来公不公平？现在它这边就有一个电池的设定，那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使用的状况，下面这边有个电池健康度，就看到你现在电池健康度是多少，然后你要不要最佳化你的电池充电。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声音
英语回馈。那你到这边你可以看到降低高音量，那就是你平常在听耳机的时候，你可以开启降低高音量为多少。那这些设定基本上就是保护你的听力，就让你不会突然有时候手去转到这个表冠突然太大声。我觉得这个是蛮方便的一个设计。好，那另外一个新增，我觉得就是还不错了，它捷径的 App 终于放在手表上，所以如果你有自己设定任何的 shortcut 捷径，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进行操作。那这个如果再结合 Home App 的话，你很多家里的电器开启关闭都可以直接这样完成。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相机的 App。那你看，就是先前很多的设定就是要 3D Touch 萤幕去开启，那现在因为没有办法用 3D Touch， 所以它这边就有一个小的设定功能出来。我们大概来比较一下，所以你看到先前这边你要按下去，然后去切换相机的功能，原框照片啊、HDR、闪光灯什么。现在因为没有办法 3D Touch， 你就变成要从设定这边，所以基本上也是没有更多的设定啦。那我是比较希望它可以直接切换成录影。那有人说你可以用长压的方式进行录影，可是其实如果你是长压的方式进行录影的话，它的画质跟一般把它设定调成录影的画质不太一样。那希望在再来的释出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好，在新讯息的部分，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没有 3D Touch， 所以像你要新增新讯息的话，就它上面就有一个东西可以按出来新增讯息。然后这个我觉得虽然不是很重要，可是还蛮喜欢的，就是说现在在编辑的时候终于可以让你去删掉一些你不会用到在控制中心里面的图示。可是其实我这些都会用到，我倒是比较希望它能让我删掉一些，譬如说 WiFi 啊这些可以让我删掉。可能希望在正式版本会有更多的选择。好，那整体使用上来，我的感觉在开启的速度，这个 App 的流畅度啊，画面的流畅度感觉起来都是更快。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有比较，就是很难去真的知道，就是说它速度是比较快啊。所以我这边就来做个比较，这两个一样的晶片，除了萤幕尺寸不一样，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进入画面的时候，它进入画面的动画是比先前快的。退出的时候是更明显，我再显示一下退出的时候，1、2、3。那先前的 WatchOS 它会顿一下，然后再到退出，整个 App 的反应比较快一点。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旧一点的 Apple Watch 呢？如果在 Series 3上面，大部分你还是会得到这样的反应，你还是会觉得说，它的整体速度是比上一个 WatchOS 6快。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卡顿的地方，因为这是开发者的 beta。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等正式版出来的时候再来真的评断这个部分。那至于电池续航力的部分，我不是很喜欢用 beta 的版本来评断这个地方。等正式版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测试这个部分。整体 WatchOS 7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亮点？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可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新功能是为了等到就是新的手表出来之后才会释放出来，而且那些新功能可能就是会绑着新手表。旧的手表对我们而言，现在的 WatchOS 可以使用的功能大致上就是它所展示的这一些，大致上就是这样讲一些我的使用感想啊，还有一些它上面可能没有讲到的功能。我觉得是一个算是蛮完整的版本。那可是我还是会建议，就是至少等到公开的 beta 版本出来之后再来进行下载。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然后或是有什么想讨论的东西，想要我做测试，等在正式版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想要测试的部分，再让我知道。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